2025美国最新科幻巨作《美国队长4》震撼来袭。影片的开始，罗斯成了新任美国总统，和女儿贝蒂的关系却依旧紧张。这天，他发布指示，让新任美国队长山姆去抢回日方被毒蛇帮偷走的艾德曼合金。山姆一听，立刻就莽了过去，轻轻松松便凭借自己的超高战力值，把毒蛇帮的那些小喽啰给解决了。完事，山姆祭出红翼无人机，扫描起面前的大楼。很快他就发现屋内存在大量人质，需要自己进行解救。同一时间，毒蛇帮的头响尾蛇正在逼问教堂神父，想弄到点买家的信息，因为他们依照约定带来了合金，买家却并没有现身。然而神父一问三不知，山姆又赶了过来。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手下兵分两路，一路去阻拦山姆，一路把合金送走。山姆再厉害，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于是他火速解决掉那些拦路虎，把那些人质解救出来后，他果断同意了搭档华金的建议，自己继续在这儿抓捕响尾蛇，华金则穿上猎鹰战甲去追捕合金。然而响尾蛇可不是那么好抓的，在手下同班蛇的掩护下，他很快逃走，而且山姆还被同班蛇一通怒怼，说他根本不配当美国队长。这下同班蛇是愈发不把山姆放在眼里，殊不知这个时候，他们运送合金的机车队已经被华金整个全军覆没。眼见无人看到自己的英姿，华金倍感遗憾，但转头他就把任务完成的消息转告给了山姆。山姆受到刺激，也终于不再留手。不过山姆总觉得这次毒蛇帮也是被人耍了，毕竟这个交接地点属于开阔地带，防护非常薄弱，搞不好买家从头到尾都没想要出现。说到这儿，华金赶了回来，他对自己这次行动的表现相当满意，希望山姆能再教自己一些战斗技巧。山姆一听，立刻决定带他去见见以赛亚，但华金不知道啊，还以为面前这人是个搞康复训练的。直到华金目瞪口呆，知道以赛亚的真实身份后，便立刻吹捧起了他。然而没多久，山姆就接到了一个白宫打来的电话。以赛亚一听到罗斯的名字，便立刻走开了。没办法，他可是曾被美国政府关在监狱30年，还成了人家的实验对象。而且美国队长听命于罗斯这么个美国总统，多么荒谬的事情吧 You see what's going on out there? The country is lost. 山姆觉得现在跟总统同心协力，哪怕这个总统是罗斯这样的人，也依旧能给人带来希望。更何况他在白宫还有眼线，如果罗斯有什么出格行为，他立马就会知道。山姆希望以赛亚能相信自己，跟自己一起去趟白宫。以赛亚答应了，殊不知这会将他卷入到一场惊天大阴谋。很快山姆3人抵达白宫，来了波拍照留念。谁料刚拍完照，山姆就被罗斯叫走了。罗斯甚至还想让他帮自己重组复仇者联盟。山姆非常震惊，但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后面罗斯在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以赛亚竟突然暴起，向罗斯发动袭击，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因为继以赛亚之后，现场居然还出现了一批暴动分子，好在山姆等人反应迅猛，罗斯也火速撤走了。眼见情况不妙，以赛亚准备开溜，山姆带队紧随其后。然而跑着跑着，以赛亚竟然自己停下了脚步，还一脸迷茫，不知道山姆为啥要追捕自己。山姆当然是相信以赛亚的，为了这事不被闹大，他让以赛亚束手就擒，自己则火速跑去找罗斯，希望他能让自己去调查一下这场谋杀。然而以赛亚和山姆的关系谁不知道啊？罗斯担心他会有失偏颇，决定让自己的安全顾问露丝接下这个重任，而且他也不打算再让山姆重组复仇者联盟了，这就给山姆气得不轻。可就算如此，他还是不能丢下以赛亚不管，他赶紧找人，想和以赛亚见上一面，看能不能找到点有用的线索。谁料从以赛亚的视角看来，他完全就是上一秒还在宴会厅坐着，下一秒就在公园被人给围了。山姆让以赛亚好好想想，昨天他有没有经历什么异样的事情。结果以赛亚还真想起来一个问题，他的手机坏了，3人合影后怎么都接收不到华金发给自己的照片。这时华金也有印象，并且他侵入白宫的监控系统后，很快发现事发前夕，包括以赛亚在内的几个暴动分子，他们的手机都闪起过一阵规律的白光。露丝也发现了这个异常，立刻就想把这事汇报给罗斯。而同一时间，山姆遭遇突袭，响尾蛇忽然现身，对着他的车子就是一阵扫射，完事还直接扔了个炸弹过去。响尾蛇以为山姆死定了，谁料山姆福大命大，还反过来把他给偷袭了。两人就此展开一场贴身肉搏，那是一点没留手。山姆很快占据上风，但碍不住响尾蛇不讲武德，竟然掏出了一把手枪。局势瞬间反转，好在山姆反应迅猛，这才在枪林弹雨中搏出了一条生路。看见山姆躲进了一旁的二手汽车厂，响尾蛇立马追上去。原来合金丢失后，他再次联系上了买家，对方得知交易失败有山姆的功劳，立刻愿意支付双倍的价格来买山姆的命。
然而山姆可没想牺牲自己成全他们，立马用化学用品制造了一波烟雾，便乘势而上把响尾蛇给干趴下了。山姆一拳将响尾蛇干晕，便发现响尾蛇的手机响了，对面还直接放话 Hello. Well done, Captain, but you're not going to like what's coming next. 山姆感受到了威胁，立刻让华金去追踪一下通话地址。华金发现那是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偏远地区，名叫1号回声营，没有卫星图像、空中交通乃至一些基础设施，明显是个军事设施。二人决定一探究竟。而与此同时，罗斯正在召开一场视频会议，希望原定条约能继续进行，几个国家合作研发艾德曼合金。然而经历过昨晚的刺杀事件，大伙儿都有些迟疑，日本甚至直接缺席了这次会议。于是另外2个国家表示合作可以，但罗斯得先想办法把日本拉回谈判桌。罗斯答应了，甚至准备亲自去趟日本，找他们的尾崎首相好好聊聊。另一边，意外再次发生，露丝准备找昨晚那几个暴走分子聊聊的时候，守卫居然当着他的面枪杀了一波嫌疑人，然后引弹自杀。见此情景，露丝果断决定要把幸存的以赛亚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监狱。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罗斯的电话，说让他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去一趟1号回声营。原来刚刚罗斯也接到了一个电话，1号回声营的蓝先生越狱了，他是联系响尾蛇的那位买家。昨晚刺杀事件的幕后指使，更是罗斯能成为总统的一大助力。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罗斯早就答应要放他自由，却一直将他关在监狱里头发烂发臭。此时，山姆和华金已经想办法突进了1号回声营，他俩非常震惊，因为里头一个守卫、囚犯都没有，却有着一个秘密实验室。山姆在那儿看见了大量被用于试验的人员名单，其中一个便是以赛亚，而且一旁的桌子上还摆着一份属于罗斯的医药档案。同一时间，罗斯成功与尾崎会面，但他还没说什么，便被尾崎对了一通。因为就在刚刚，日方的情报人员发现，之前是美方偷走了他们的艾德曼合金。罗斯非常无语，觉得要真是这样，他又何必让山姆去帮日方把合金找回来？尾崎表示：“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 Whatever game you're playing, Japan wants no part. 另一边，华金找到了一份秘密资料，发现蓝先生可以通过闪光将指令植入他人潜意识，从而控制住他们的精神。山姆有些震惊，而紧接着，蓝先生竟突然现身，还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没想弄死罗斯，但谁让罗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把自己在这儿关了16年，还用伽马射线改变了他大脑的结构呢？山姆也很同情蓝先生的遭遇，但为了证明以赛亚的清白，他还是想把蓝先生抓了。只可惜之后，蓝先生又叫来了一大批守卫，这些人都被他给控制了，立刻便跟山姆和华金打了起来。起初，山姆和华金还想着这些守卫也是无辜的，不敢下狠手，但打着打着，他们居然落入了下风，被电得不轻，这就没办法了，他俩也只能开始发力。然而把里头的守卫解决了，外头竟然还有一大批，二人倍感无奈。好在这时露丝赶了过来，他曾在红房子接受过黑寡妇训练，在他的帮助下，那些守卫没多久便全部倒下了。得知蓝先生出逃，露丝决定和山姆、华金合伙抓人，谁料3人刚走到外面就被一群特警队员包围了，他们还直接表示自己是奉了罗斯的命令来逮捕山姆。露丝一脸震惊，立刻就想给罗斯打个电话，但就在这时，特警队员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声响，他们瞬间沦陷，准备对山姆几人动手。得亏山姆几人反应迅猛，这才顺利的逃过一劫。与此同时，罗斯收到消息，其他几国蠢蠢欲动，都想独占艾德曼合金，他们必须赶紧拿出一个策略来，这就很要命。而且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有2个议员一直在罗斯耳边叨叨叨，他差点没给烦死。完事，罗斯开始着手部署第5航母打击群，准备夺取日本的艾德曼合金。原因也很简单，来都来了，他绝不能空手而回，并且 One country is going to control adamantium. It's going to be us. 同一时间，山姆3人来到了弗吉尼亚海豹突击队的军事基地。华金想到他可以运行一个程序来阻止蓝先生发出的光信号对人们进行控制，而为了试探基地内部是否已经存在被控制人员，他还特意播放了一段从蓝先生搞来的声波频段。事实证明，这个基地还是很安全的。山姆赶紧把自己从蓝先生桌上拿来的药丸给到基地负责人邓飞，让他去查查成分，然后便立刻找到了被关押在这儿的响尾蛇，想从他这儿打探点蓝先生的事情。作为交换，自己可以想办法给他减刑，让他住上一个单人牢房。响尾蛇觉得可行，立刻告诉山姆，蓝先生曾被绿巨人班纳的血液感染，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超凡的神力，而是给了他超凡的大脑，能精密的计算一切。罗斯看中了这点，并没有去除他血液中的伽马射线，反而加大量，让他成了自己的个人智能，为国家发明技术，创造武器。至于蓝先生为啥会答应，很简单，如果1号回声营是根棍子，那特赦便是棍子上的胡萝卜。罗斯承诺他，只要自己成为总统，便会让蓝先生重获自由。
然而罗斯迟迟没兑现自己的承诺，蓝先生便雇了响尾蛇去偷日本的艾德曼合金，再通过中情局的黑钱基金给他们支付报酬，这样就可以分裂两国，引发争端，让罗斯背下这口黑锅。听到这儿，山姆立刻跑去天神岛，把事情告诉给了罗斯，还非常好奇罗斯和1号回声营的关系，毕竟系统显示他经常往那儿跑。为了争取山姆的信任，罗斯不得不道出实情。原来他命不久矣，一直有心脏衰竭的问题，而蓝先生发明了一种药丸，可以让他继续活下去。作为交换，罗斯答应蓝先生，说自己成为总统后会让他恢复自由，并给他提供了一座实验室。但同时罗斯也很害怕失去这些药丸，所以得知浩克和憎恶摧毁哈莱姆事件需要有个人背锅，他立马就让蓝先生成为了这个牺牲品。山姆有点理解罗斯的心情，他毕生致力于为这个国家服务，贝蒂却因为他派军队追捕班纳一直不肯原谅，所以他才那么想活下去，完成自己的大业，好让贝蒂知道自己还是那个曾带他去看樱花的父亲。突然有人来报，他们的2架 F-18战机向日本舰队发射了炮弹，他们还始终联系不上飞行员，这下完蛋了，日本很快就会予以反击，他们必须立刻开启防御措施，然后赶紧搞清楚那2架飞机为啥突然开火了。华金觉得肯定是蓝先生在他们运行阻止程序前就已经控制了那2位飞行员，山姆也这么认为，立刻决定先去跟日方飞行员解释一下，让他们先不要做出攻击。只可惜日方气得不行，当即将反击打响，发射了6枚导弹。罗斯见状立刻下令启动拦截导弹，但最后还是有2枚导弹没有成功拦截到，好在山姆和华金反应迅猛，这才成功将这场危机化解。随后罗斯想办法和尾崎取得了联系，说自己绝对没下令攻击，是有人控制住了他们的2名飞行员。然而尾崎却一点不信，毕竟 Those pilots are not taking orders from you. Who gives them their commands? 罗斯不愿说出蓝先生的存在，蓝先生却乘势而上，透过耳机传达出一系列蛊惑信息，想扰乱他的心绪。另一边，山姆的处境也不好过，毕竟他面临的乃是日美双方的夹击。无奈之下，他只得削掉了本国战机的1节机翼。然而当战机失去平衡坠向海面，受控制的飞行员居然都没想着要打开弹射座椅，还好华金及时那防护罩给打碎了，这才成功激活了自动弹射装置，救下了那个倒霉飞行员。然而没多久，另外那架战机又开始发射导弹了，山姆见状立刻莽了上去。只可惜下一秒那架战机竟然又发射了导弹，这是最后2枚了。第1枚被华金顺利解决，第2枚却让他身受重伤跌向海底。山姆立马就想冲过去救他，但失控的战机眼瞅着又要展开新一轮的攻击，于是他只得把搜救华金的任务交给了美方救援队，然后火速向失控战机飞去。山姆轻松干爆了防护罩，飞行员很快被弹射了出来。然而紧接着失控的战机竟然向美国战舰冲了过去，得亏山姆及时甩出绳子，秀了波神操作，这才成功将这次危机瓦解。就这样，飞行员叛变事件得以解决。日本看见美国自己处理掉了那2架失控的战机，也立刻召回了己方战机。收到这个消息，差点被蓝先生逼疯的罗斯顺利冷静了下来，蓝先生却差点被气疯了。随后华金被送去医院进行救治，山姆倍感自责，觉得自己实在是比不上史蒂夫，要是他也注射了血清，是不是就会更强大，能保护好华金他们，把蓝先生给抓了。可巴基却觉得这种猜想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史蒂夫之所以会把盾牌交给你， Not because you're the strongest, but because you're you. 山姆若有所悟。而与此同时，邓飞突然收到消息，山姆让他拿去检测的药丸里头竟然含有可吸收的伽马辐射。邓飞目瞪口呆，立刻就想把这事告诉给山姆听。但就在此时，蓝先生突然现身，用音波向他发起了攻击。Your equilibrium. When I turn this dial, it will disrupt your heartbeat. 之后，蓝先生主动找到山姆自首，为的便是牺牲自己，在公众面前毁掉罗斯的声誉，把他也给拉下马。为此，他特意将自己和罗斯的通话记录公布了出来，想方设法的去刺激罗斯，好让罗斯失去最后的自控能力，在公众面前发生异变。毕竟这些年来，他所食用的药丸里一直含有可吸收的伽马辐射。很快，蓝先生如愿以偿，罗斯成功变身红浩克，大伙吓得不行。山姆想要将他拦下，却一个照面便被他打飞了出去，而且红浩克战力超强，一时半会儿山姆竟根本拿他没辙。露丝见状，果断派出2架无人机莽了上去，然而那些攻击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红浩克还直接拽住1架无人机，把另外1架无人机给干报废了。见此情景，山姆立马让露丝清理海恩斯角，自己会想办法把红浩克吸引过去，希望能用罗斯带贝蒂在那儿看樱花的美好回忆，唤醒罗斯的神智。只可惜光有樱花没有贝蒂，可没法将罗斯唤醒，山姆也只得放弃幻想，开始战斗。
红浩克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最后竟直接扯掉了一半的震惊翅膀，山姆还差点被捏爆了脑袋。好在关键时刻，他瞄准红浩克身上的尖刺，便是狠狠一脚。山姆刚逃出升天，红浩克又冲了上来，山姆无路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举起那只剩一半的翅膀，向红浩克发起凶猛一击，把所有能量全部爆发了出来。这下山姆和红浩克都给干趴下了，但不同的是，山姆没啥余力了，红浩克却还能一拳给山姆打倒。于是山姆开始打嘴炮了，一口一句让罗斯多想想贝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向贝蒂证明自己。这话一下让罗斯找回理智，恢复了原形，危机彻底化解，以赛亚成功出狱，华金顺利苏醒，罗斯也自愿走进伏法监狱，赢得了贝蒂的理解与尊重。不过事情到这儿仍旧没有结束。罗斯去探访蓝先生的时候得知，新的危机即将来临，那是一场来自异世界的浩劫。至此，影片结束。美国队长4：新世界秩序这部电影很有野心，试图通过与红浩克等经典角色的联动，新反派毒蛇帮的引入，去重现美国队长2的暗黑与精彩。但战斗场景非常一般，角色塑造也比较薄弱，而且咱就是说，整部电影的主角确定是山姆，不是罗斯吗？真的很像挂羊头卖狗肉啊！